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咱们来说说德国和印度的关系，当然也与中国有关。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呀，以及中国和德国的关系，目前就像我们这里的天气，是阴阴的啊。最近呢，德国政府干了两件事情，中国媒体的关注度不是太大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类似于去年德国政府颁布的所谓中国战略，而今年呢，德国政府也颁布了印度战略。中国战略着重于与中国其实就是脱钩断链，而且德方毫不隐瞒地说啊，与中国有合作有需求的地方才合作，其他的地方，比如说必要的时候呢，要降低依赖，降低风险。在这个中国战略中，德国政府把中国定位为伙伴、竞争者以及制度性对手。注意啊，他用了一个“对手”这个词。而德国的印度战略呢，则是把印度定位为伙伴。所以呢，与之呼应的，德国办了第二件事情，那就是上个月的晚些时候，德国总理肖尔茨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，几乎他内阁的所有的重要的部长随他一同访问印度，包括德国副总理，也是经济部长，还有德国的外交部长等等。大家可以回忆一下，在过去啊，德国总理肖尔茨执政以来访华2次，但是2次都没有带德国最重要的2位部长，一个是经济部长，搞经济对吧？中德经济联系是比较紧密的，但是竟然不带德国经济部长，与之前的德国其他总理完全不一样。另外也没有带外交部长，就是那个360度那个女的啊，都没有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2个部长都是极度反华的，都是绿党的人。跟随德国总理访问印度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长，那就是国防部长。虽然德国的国防是靠美国的，但是德国自诩为他们的军事实力特别的强，所以呢，就专门带了一个国防部长访问印度。德国把印度定位为伙伴，是德国实现大国野心的一个支点之一。比如说，这次德国总理访问印度，登上了德国在印度果阿港的一艘德国军舰，对现场的人，也就是那里的海军人员以及对媒体这么公开，当然是对全世界啊。德国总理说，我们与印度一道坚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。他这句话是说给德国的海军听的吗？是说给印度听的吗？其实不是，他这话主要是说给中国还有说给俄罗斯听的。德国把印度看成伙伴而不是威胁，除了他们2国所谓的价值观比较接近以外，因为德国还是把印度归类于所谓的民主国家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可以解读啊，他把中国当成威胁，当成对手，而把印度当成伙伴，其实恰好是对中国国力的一种肯定。而德国根本不把印度当成威胁，也可以这样解读：对德国来说，印度太弱了，根本就不是德国的威胁。印度呢，只是德国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，是在印太地区的一个支点。这次带德国国防部长访印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军售。德国的军事工业还是可以的，通过你看2年多来的俄乌危机，德国的军火工业赚得盆满钵满。但是这不够啊，还可以继续发展，继续赚更多的钱。他们就想到了印度。德国的野心其实挺大的，就是为了配合他的主子美国嘛，在印太搞事，在南海搞事，对吧？到处都有德国的影子。所以这次他带领庞大代表团，包括他的国防部长访问印度，绝对有这样的考量，想提高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方面的能见度。另外我们也知道啊，印度是一个军火购买大国，印度的军火啊是万国牌，但在印度的军火商当中，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供应商。而德国现在呢，是想把德印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，其实他就想多卖军火给印度，以此呢消除或者减弱俄罗斯在印度的影响力。这次德国总理访问印度，还有一个所谓重要的使命，我称之为以印替中。从德国媒体的报道来看，还有从德国总理发表的这种谈话来看，德国特别想以印度来代替中国。因为德国政治层面一直说啊，过去德国对中国的依赖太多了，所以呢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，他们称之为降低风险。那怎么办？要寻找替代市场呀。他们想到了同是14亿人的印度市场，又是所谓的民主国家，所以德国想，如果能用印度
代替中国，那对德国多好呀！中国有14亿人口，那里机会特别多。你看，过去30-40年，德国企业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，于是德国总理就认为可以把在中国的经验全部搬到印度来，那就让德国企业在今后的30-40年当中也赚得盆满钵满。所以德国总理说，在印度机会多多啊，你们德国企业马上从中国到印度去吧。而且为了拉拢印度，与印度搞好关系，德国放了一个大招，主动抛出橄榄枝。什么呢？就是把发放印度人到德国的所谓专才签证，从原来每年的2万一下飙升到9万。德方的说法是，为了缓解德国在这方面人才的紧缺或者瓶颈问题，比如说在医疗护理啊、IT 等方面，所以他们说我们德国急需印度的专才。但是这些印度人，他们的专业水平一定那么高吗？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，德国人是一厢情愿。首先，我觉得印度人可能他们首选的并不是德国，而是比如说像加拿大啊、美国啊、英国还有澳大利亚这种英语系的国家。德国最多只是第2选择，最多了啊。愿意到德国的印度人，可能他们是得不到加拿大的签证、美国的签证，最后呢才选择德国。我记得今年大概是2-3个星期以前，我看到德国媒体这样报道，就是德国所谓的机会卡这种签证申请的人数寥寥无几，与原来他们预估的这个目标相差特别远，好像只有1/4的这个签证发出去了。这表明大多数德国所有急需的人才他们得不到，因为稍微有一点技术的人可能他看不上德国，而更喜欢去英语系的国家。这是德国本身的问题，这没办法啊。因为在德国，即使你的英语特别溜，在很多情况下你在德国的工作啊、生活可能都寸步难行。不会德语，真的生活在德国非常困难，又加上各种显性的、隐性的种族歧视，所以在德国其实生活压力并不小。再加上与美国、澳大利亚这种国家比起来，德国的薪水其实不高，所以对很多其他国家外国人来说，特别是非欧洲的外国人来说，德国真的是第2选择。所以德国总理这次访问印度的时候，通过媒体对外放话说，德国要努力让这些想到德国工作的专才，把德国变成他的第1选择。到时效果怎么样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另外，这次德国总理访问印度，他真的认为啊，印度的机会特别多，像在中国以前那么多，所以呢，他真的直接呼吁德国在华企业要把眼光多专注于印度，最好呢到印度去投资设厂，去那个地方看看。那德国政府这样呼吁，德国企业是不是一定会跟进呢？是不是意味着真的向印度大搬家了呢？这2年，德国突然表现出对印度特别的青睐，恐怕不只是经济方面的考量，它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目的，那就很可能啊想在政治和军事上下点功夫。因为看看俄乌危机，德国积极制裁俄罗斯能源，导致德国自己的物价飞涨，能源价格飙升，它的后果就是德国制造业萎缩。但同时，俄乌战争又导致德国的军火工业赚得盆满钵满。另外，除了俄乌冲突之外，中东的局势也愈演愈烈。再加上印度，我们前面提到，可以说在全世界购买武器是万国牌，也可以说是出了名的冤大头。所以德国军工啊，想以此来大赚一笔。鉴于印度一直是俄罗斯武器大客户，所以德国政府这样想：如果德国与印度加强关系，两国的军事多交流，然后呢，印度多买一些德国武器，那对德国来说不是一举两得了吗？一个是军火工业可以大赚一笔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可以大大削弱俄罗斯在印度的影响力，而增加德国在印度的影响力。朋友们，德国总理施尔茨想把德企啊，比如说从中国全面搬到印度去，这样的想法现实吗？如果光从人口数量来看，两个国家都是14亿，人口真的是差不多。光从人口看，印度确实是一个庞大的市场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，印度素有外国企业的坟场的称号，因为呢，印度这个人呢不讲武德，
在过去，不仅是对中国的企业，对美国还有对其他国家企业一样，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想把你的那个企业把它抢过来据为己有。小米啊、比亚迪啊，在印度都吃过亏，还有其他中国企业。所以这个外企坟场这个称号是非常恐怖的。印度虽然有14亿人口，跟中国差不多，可是与中国相比，印度的基础设施差得一塌糊涂，高速公路都没有多少。还有印度啊，可以说全民腐败，印度的官场也特别腐败。也就是说，在印度没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。所以综合以上几点，其实印度的营商环境非常的糟糕。这方面，不管是中国大陆的，还有台湾的，还是其他外国的企业，在印度都吃过太多的亏了。可以肯定的是啊，印度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，远远没有像德国总理想象的那么美好。这一点啊，政客和企业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政客呢，只是用意识形态来看，比如说中国、印度这2个国家，怎么看得明白呢？那德国企业家就不一样了。比如说，德国西门子的总裁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就直接说，他们也希望能够提升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。可实际情况就是，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18%左右，而印度呢，只有中国的1/5。在过去啊，德国是以汽车立国的，对吧？德国的豪华汽车在全球很多国家有销量，在中国的销量特别大。这个西门子总裁就说了啊，豪华汽车它的目标群体就是一个国家的中上层，而中国这方面人数数亿，而印度呢，它的人均 GDP 只有中国的1/5，2500美元左右，远远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。所以从哪个角度来看，想以印度代替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，这是人家西门子总裁的话。然后他说啊，德国企业追求的不是搬家，而是以中国市场为基础做加法，也就是说，在中国的基础上加上印度，而不是以印度代替中国。可以看到，这些德国企业在考虑事情的时候，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，而德国政府却是以意识形态出发，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地方。德国企业在中国深耕了、发展了几十年，赚得盆满钵满，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完善的体系。那如果这些德国企业一夜之间把在中国的东西都抛光，然后全部搬到印度去，我想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德国企业输到底裤都会没有。大家不信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所以啊，不管是德国政府颁布的所谓印度战略，还是这次德国总理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印度，想用印度来遏制中国，或者说想用印度来代替中国，德国总理或者德国政治人物，他不会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中印方面的关系也好，还是国际方面的事务也好，而处处用意识形态去处理这种国际事务，最后导致的绝对是德国吃大亏，也许会变成德国的罪人。好，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德国这样天真的啊，把印度当成伙伴，甚至呢想用印度来代替中国，然后在很多方面，德国可以说是极力去讨好印度。我真的有时候不理解，与中国以前的关系好好的啊，让德国企业赚的真的是盆满钵满，为什么这些政府上台之后，处处与中国为敌，放着那么一个好的伙伴不要，然后呢，把中国当成他的敌人，要与中国脱钩断链，然后呢，厚着脸皮跑到印度去，讨好印度，甚至呢，给印度人在签证方面大开绿灯，这让印度非常的飘飘然。然后还想在印太地区方面，德国增加自己的军事能见度。像德国政府这样的操作，只能说德国人太高估了自己。德国没有那个体量，没有那个能力，也没有那个影响力。但是德国政府还有德国不少人，因是自己认为啊，德国是个大国，是个强国，所以定位就错了。所以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处理德国、中国、德国、俄罗斯事务的时候，德国老是站错队，老是犯错，最后不仅是双输，而且吃亏更多的是德国自己。我相信德国在与印度交往这件事情一样，今后也会吃亏。好吧，朋友们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